嗨，大家好，我是大叔，欢迎收看大叔今天的影片。今天的影片啊，大叔呢想要跟各位分享大叔去钓虱目鱼的水球钓组。那这个钓组呢是目前大叔呢测试到现在最满意的钓组。至于钓组的设定是如何呢？待会啊，大叔会在影片好好跟大家介绍。希望啊，对那些想要去盐水溪做钓的朋友呢，有相当的帮助。OK， 那我们影片继续给大家看下去喽。那至于我们的水球钓组需要哪些器材呢？那大叔现在为各位一一来介绍。首先呢，当然就是要我们今天的主角，好，这就是水球。那大叔知道说这种水球呢，它有很多种尺寸规格，哈。那大叔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叔这一个应该是水球里面算是最大颗的吧。那这个包装呢上面有写啊，那个灌式标。好，那最主要是它上面有写啊，是20钱好的重量。好，那重点是这个呢售价很便宜，这一颗呢大概10块钱左右。那当然有些地方卖15块，好，那供大家参考一下。那这个一般的钓具店应该有在卖啦，如果没有的话，你网络也是买得到。那这个水球呢，等一下大叔会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如何去灌水球。因为大叔早期不知道怎么灌，所以大叔呢在把头剪掉以后呢，大叔是将水球呢挤压渗到水里面，然后让它去吸，这样的效果非常没有效率，而且呢非常的糟。然后呢常常会造成一个状况是水灌进去很难灌，然后呢这个气球又会被压到变形。待会呢大叔会介绍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用的小方法，来让大家可以轻松来灌水球。OK， 那再来呢，我们需要一支吸管，好，需要一把剪刀，好，然后呢，准备18号的尼龙线，好，然后呢，强化式的单钩。那大叔所选用的是我们一般我们用路亚在做钓所改换的单钩，好，那这个是强化型的美式天平。那这个天平呢，它也有分尺寸，那我们买最短的，买直的就可以了。那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天平你在买的时候，它市面上这个别针它有分一般别针跟这种强化型的别针。好，那大家一定要认明要买强化型的别针。这个天平的费用呢，它就是一个包装有5根，那这5根呢大概就是50块，平均大概1根就是10块钱左右。好，那待会我们会用到这个东西。OK，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行我们的第一步喽。那首先呢，我们呢先拿一支剪刀，要先把水球的头剪开。那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它有一节比较细的，然后再来一节比较粗的。那大叔会给大家的建议是，我们从比较粗的这个地方预留一点空间。大概在比较粗的这个中间呢，我们给它一刀剪下去。那待一会呢，我们可以把它反过来塞进去当一个塞子。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剪它。OK， 大家有看到吗？好，就是大叔剪下来了。好，那这个地方呢还会留一点点肉。好 ，OK， 大概就像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用筷子呢，把这个洞呢稍微做扩孔一下，好，稍微扩孔一下，因为呢，等一下让它会比较好把水灌进去，好，稍微扩一下这样就可以了。那这时候呢，我们要用这个吸管来吸水，我们用吸水的方式就可以很轻松的将水注入到水球里面就像大叔现在这样子。好，各位大家有没有看到大叔呢将水位呢灌到水球的这个地方？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得到水线？那大叔会灌到这边的原因会预留大概一点点空间的原因呢，是因为如果这个水球你灌得越少，当然它的重量就会越小，但是呢，相对呢它的浮力就会比较大。那
这时候会有个问题，因为大叔在做钓的时候，大叔希望这个水球它的灵敏性也要非常的好，所以呢，大叔呢通常会将水球的水呢灌到大概8分满，好，然后预留2分，一来呢重量也足够，好，可以抛到非常远；二来呢，它上面的这个浮力呢也还够，好，然后我远远的也看得到它上面浮出来这一颗。好，为什么大叔要买最大的规格？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钓的时候需要抛到非常的远，如果你的水球非常的小，所以呢你就会眼睛有时候看得会很吃力，所以干脆就选最大颗的。那当然灌到8分满，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敏感度会变得比较好，鱼在咬饵的时候，它就不会感觉到有一种阻力。好，所以呢8分满是目前大叔最推荐的。好，那供大家参考。好，那接下来水我们也安装完了，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封口的动作呢？那 OK， 把刚刚那个塞子啊，大家看到了没？为什么要扩孔？扩孔的原因就是因为要把这个塞子反过来，把塞子把它塞进去，好，把它塞进去，塞进去，对不对？塞进去以后呢，我们再用打火机把这边稍微给它烤焦，把这个洞口封起来，哦，这样子就可以了。好，这就是大叔的方法。OK， 那我们现在来用打火机烧咯。哦，你看火焰在烧了，好，让它自燃一下，让它自燃一下，好，然后慢慢的把边修掉，把边修掉，大家看到了没？还有火，没关系，火只要不熄，我都还可以让它慢慢的把旁边的洞那个缝把它封掉。OK，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好，那供大家参考。为什么要用别针哦？由于啊，如果你只是用线去接水球，再加上你的鱼钩，其实再这样做钓不是不行，但是它很容易会打结。所以呢，大叔的想法是说，用天平的方式来让它的水球呢固定在上方的这个区段，好，那下方呢就是子线，哈，就我们讲的子线，然后接鱼钩，所以这样子让它去分开的话，它在做钓上来讲的话，它的打结状况比较不会发生，好，我们就算有轻微的打结，也比较容易排除。那刚刚大叔说了，这个要买是强力别针，因为这样的强力别针的话，它的强度是比较强的，所以这样子我就不怕别针被甩到歪掉或开掉。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别针打开。那这边呢，你要把这边勾进去，需要一点小技巧，因为它的这个大家看得到它的这个角非常的小，好，那非常小的话，要从这个洞给它穿过去，好，需要一点技术。OK， 其实也不是很难啦，大叔一下就穿过去了。这样子呢，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上半部的配置了。有一些人呢会很好奇，问说大叔，为什么你的子线呢会用到18号这么粗啊？大叔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哈，大叔在石目鱼那边钓了一段时间哈，那这个线的选择哈，从6号、8号。一直到上一次去做钓用到14号，依然呢这个线呢会被拉断。那大叔的想法是说，如果当你的子线哈，就是你的那个绑鱼钩的线呢能被拉断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把线再换粗一点。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这样子那么容易轻易断的话，这个鱼钩呢可能就会残留在那个鱼身上。所以大叔会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不好的做法。大叔是想要找到最适当的强度的线组，好，还有这个鱼钩，好，那这个鱼钩是因为呢，你常常如果你的鱼钩的强度不够强，你的鱼钩会被拉歪，那被拉歪，你再把它调回来，基本上呢，它在被咬到的时候，它还是很容易开。所以呢，与其这样，我干脆就直接选择一个强度非常强的鱼钩，也不会开。省事省麻烦。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在绑鱼钩的线呢，我们选用到18号，这样的好处是真的不会断线，那鱼钩也不会因为断线，那这个鱼钩呢，这残留在鱼的嘴巴上面。希望呢大家能了解大叔的用意。以后呢，所有的钓鱼的朋友呢，你们在做钓的时候，要针对你们做钓环境要尊重一下你的对手。如果你的对手他的爆发力，或者是他的讨就罢，或者它个体很大，你就不要再用太细的线，因为万一
你断线了，你可能没有差，但是那一只鱼可能会很辛苦。好，所以这个就是大叔为什么一直在研究说找到一个强度够的钓组，然后呢，一来你的硬体损失会非常少，二来对鱼的保护是好的。好，那大概是这样。好，不好意思，废话太多，我们接着继续。好，那因为呢那边的鱼呢是吃的很水表，所以就大概就是水面下而已，所以我们的指线呢，绑鱼钩的线呢不需要太长。那大叔大概抓大概就是20到25公分左右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把它剪下来，大概这样的长度。好，大概20到25公分的长度。那大叔呢，在那边做钓呢，喜欢用双钩的方式。我可以把一个钩子调得比较高，一个钩子调得比较低。那这样子的话，一来两个鱼钩2个机会，机会比较大。二来呢，有不同的深度，当然都是靠近在水面啦，但是问题是2个深度都会有机会中鱼。好 ，OK， 那这个就是跟一般的鱼钩的绑法是一样的。好，穿过去，只是我们要把它绑成双头钩，好，因为线比较粗，所以大叔绕4圈。好，这一头绑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绑另外一头。那另外一头呢也一样，好，大叔都会习惯绑双头，这是大叔的做法，供你参考看看。一样，好，绑4圈。吹哦安，好，拉紧，好 ，OK， 再把多的支线剪掉就可以了。好 ，OK， 大概绑成双头钩就像这样子，好，大家看到了哈。好，那这样子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它别在我们的天平的下方。那大叔会建议说，这样子的鱼钩哈，你可以多绑几副，好来当备用。万一现场断掉了，或者是需要更换，你可以直接再拿一组来做更换就可以了哈。当然你也可以现场绑啊，只是大叔的习惯都是先绑好几副，好当预备。OK，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给它穿过去呢？很简单，好，我们就是先给它对折，然后直接从这个天平的洞给它穿过去，好，这边。那我们先给它，大家看好，先把它绕到洞里面，绕1圈。那通常大叔会绕2圈，绕完2圈以后，大叔会去拉它嘛，对不对？但是我会故意拉一边就好，为什么？因为大叔会让另外一边会呈现比较短一点，一边比较长的状态，好，一短一长。那绕完2圈绑完以后，好，因为有时候呢鱼的拉力太大，这样子还是有可能会把它的线拉歪，所以通常大叔这样子还会再绑一个半扣，就不会呢我调好的距离呢就被拉歪掉了。好，那供大家参考。这个呢就是大叔的水球钓组，那上面呢就是绑我们的母线。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勾黑布。哦，那黑布要多大呢？怎么勾？大叔示范给大家看。各位啊，真的是黑布。那这个黑布是大叔之前的袜子，黑色的袜子哈，拿来用。好，你家有什么欧式的菜龟布啦，欧式的布都可以。好，那也不用很大块。好，也不用大块，然后大概就是这样1块的时候，因为像这样太一大块，大叔通常会对折再对折，把它折成小小块。好，然后呢，给它从鱼钩穿过，这样子，好，就这样就可以了。那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当你穿过去的时候，记住一件事情，这个黑布呢，让它在柄这边，好，不要在鱼钩这边，这个鱼钩呢要让它外露出来。好，外露出来，好，不要给它鱼钩包起来，这个跟包粉料不太一样哈，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呢，虱目鱼啊，还有乌锅鱼会以为这个是藻类，所以它就会来吃。如果是虱目鱼呢，它是一咬下去就往前冲了。好，那是乌锅鱼的话呢，它会咬往下拉，但是当它发现口感不对的时候，它就会把它吐掉。好，那所以呢，如果你是要钓乌锅鱼，切记。当它在拉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开枪的时机。好，那有2个钩子，那我们就2个钩子都给它上黑布。
好啦，我们的水球钓组就这样就完成啦。哦，你可能会觉得说，大叔啊，这个线这么短，真的哦，好，真的就是吃水表，好，所以呢，这个浮在水面的时候呢，这个大概还会再缓沉在水里面一下下，所以呢，鱼大概就在这边就开始会吃了，所以你的直线就是这么短，不要怀疑，好不好 ？OK， 这就是大叔所用的水球钓组，好，跟大家分享。